今天我们讲一个惊天翻转，讲一个忘恩负义，从背后捅自己恩主一刀的故事。波罗的海，这是一片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寒冷的水域，在它80米深的这个海床上，平时只有冰冷的暗流跟绝对的寂静，但就在那里躺着2条平行的钢铁巨龙北溪天然气管道。说它是管道，其实远远不止如此，它像是过去30年时间里面欧洲，特别是德国跟俄罗斯能源合作的终极象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维系着经济繁荣的钢铁脐带。可是在2022年9月26号那一天，这样一份寂静被永远的打破了。3声巨响从深海传来，丹麦跟瑞典的地震仪都捕捉到了这些绝对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冲击波。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海面上开始剧烈的翻腾，一个直径将近1公里的巨大的白色漩涡，就像被唤醒的远古海怪一样，疯狂地把数以万吨计的甲烷气体喷向天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甲烷的泄漏，一个巨大的环境灾难，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的袭击。被炸毁的是这条耗资数百亿欧元，关乎欧洲大陆能源命脉的战略资产。要知道，当时俄乌战争的烈火已经燃遍了欧洲东部，而这样一次爆炸，简直就是在棋盘中央引爆了一颗谁也预测不了后果的核弹。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干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犯罪现场，在深海的海底，没有目击者，没有凶器，只有深海当中那一堆扭曲的钢铁残骸跟无数的谜团。今天艾森想跟大家一块儿潜入这片迷雾重重的深海，来复盘这样一起堪比顶级谍战小说的悬案。我们会剖析为什么多国官方调查之后会从高调的介入到后来离奇的集体保持沉默。我们也会像剥开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来解构罪案背后的认知作战。当然最后我们所有的目光会聚焦在一条名为仙女座号的神秘的帆船，和它背后那样一条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让人感觉到不寒而栗的证据链。要理解北溪管道爆炸案的震撼的程度，我们要先搞清楚北溪到底是什么。它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股，由德国、荷兰等多国能源巨头共同投资的一个超级工程。每一条管道都是由非常厚重的钢材跟混凝土套管构成，专门用来设计承受深海底的这个高压。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条深海当中的钢铁巨蟒。北溪1号管道从2012年开始就成了俄罗斯对欧洲供气的绝对的主力，而它的兄弟北溪2号管道虽然在2021年就已经完工，但是因为地缘政治的惊涛骇浪，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被德国政府正式冻结，所以它成了一条从未呼吸过的僵尸管道。爆炸案发生的时候，俄罗斯已经停止了通过北溪1号管道来供气，但2条管道的内部依然是充满了高压的天然气，它就像2把已经上了膛，但是保险还没有开的枪，而袭击者要做的就是直接炸毁了这个枪管。爆炸的后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4条管线当中的3条被彻底摧毁。参与投资的西方公司数十亿欧元的这个资产瞬间在财报上被减记为零。这个不仅切断了物理的连接，更是斩断了德国跟俄罗斯之间未来任何在能源上能够缓和的可能性。爆炸发生以后，瑞典、丹麦跟德国这3个最直接相关的国家立即启动了独立的刑事调查，初期的进展很快，共识也迅速的形成，这个爆炸案绝对不会是意外。2022年11月，瑞典官方宣布在管道残骸上发现了爆炸物的残留，并且找到了外来的物品，案件被正式定性为严重的蓄意破坏。但是呢，就在全世界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一幕极其诡异的政治剧上演了。2024年2月，瑞典检察机关突然宣布说，因为认定
瑞典在这件事情上不具备管辖权，而决定终止本国的调查。几天之后，丹麦警方也以没有足够的理由在丹麦提起刑事诉讼为理由，宣布收工。这两起事件放在一块儿，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作为爆炸发生地的直接管辖方，瑞典跟丹麦，他们的调查本来应该最具有权威性，在已经确认是严重蓄意破坏之后，却以一个程序性的理由而草草收场，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这样一种协调一致的战略性的退场，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其实他们的调查可能已经得出了一个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公开承认的结论，而这个结论的政治冲击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斯德哥尔摩跟哥本哈根宁愿选择沉默，也不愿去承认，也不愿去碰触真相。他们把这个滚烫的足以引爆西方联盟的政治皮球心照不宣的踢给了德国。那从此以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德国联邦检察官身上，他们将是解开北溪爆炸案之谜的唯一追查者，而他们的调查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最初谁也无法想象的方向。在调查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在确凿的证据缺席的漫长时间里面，全球的舆论场变成了是一个罗生门，一个巨大的信息战的实验室。三种截然不同的剧本在全球上演，而每一个看起来好像都能够逻辑自洽，但每一个也都疑点重重。第一个被推上嫌疑人席位的是俄罗斯，这个几乎是每一个类似这种事件发生以后，西方世界不假思索的标准答案。乌克兰的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跟当时的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等人率先发声，把事件定性为是俄罗斯策划的恐怖袭击。对于这个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普京的动机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心理战。首先，通过摧毁这个管道，可以向胆战心惊的欧洲发出最强硬的信号，就是向欧洲的能源供应可以随时被俄罗斯彻底的切断，这样在临冬将至的时候能够制造恐慌，瓦解掉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其次，这一招可以展示俄罗斯强大的混合战的能力，证明它有能力在北约的后院攻击关键的海底设施。而更深层次的解读是，这个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内部强硬派的焦土策略，通过物理上彻底摧毁管道来断绝与欧洲任何讲和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把俄乌战争进行到底。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逻辑黑洞，管道其实是有阀门的呀。真的想要切断能源供应来威胁欧洲的话，把这个阀门拧紧关掉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要自己炸毁价值数百亿欧元来建造的资产？为什么要毁掉本来在将来可以与欧洲关系当中最重要的经济跟政治的筹码呢？这个就好像两口子闹矛盾，男的想要威胁女的，所以发毒誓说我以后再也不碰你了。为了表明这个决心，他干脆直接一刀把自己给阉割了。那这个男的他不是神经病吗？应该没有哪个男的会蠢成这样，对不对？尽管逻辑上疑点重重，但是在当时这样一个叙事还是迅速的就统一了西方的立场，为后续的制裁跟援助提供了强大的道义上的弹药。就在俄罗斯主谋论成为主流的时候，一位新闻界的传奇人物投下了一颗足以颠覆整个叙事的重磅炸弹。2023年2月8号，普利策奖的得主曾经揭露过美军美莱村大屠杀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斯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报道，直指北溪爆炸案的幕后黑手是美国。赫斯的报道细节非常详尽，他援引了一位所谓直接了解行动计划的单一的匿名信源，这个是由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命令，由中情局策划，然后美国海军深海潜水员来执行的。在2022年北约海上演习的这个掩护底下，在挪威的协助下，在管道上安放了 C4 的炸药。3个月之后，
一架挪威海军的 P-8 巡逻机投下声呐浮标，远程引爆。那动机是什么呢？赫斯给出了一个冷酷的解释，他说，从地缘政治上来讲，美国长期反对北溪的管道，视其为削弱北约团结的毒药，所以彻底摧毁北溪的管道，可以一劳永逸地切断德国跟俄罗斯能源的纽带，确保德国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没有退路。从经济上来说，美国是全球主要的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在北溪管道被炸毁之后，欧洲对于美国 LNG 的这个需求跟价格都一路飙升，美国的能源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赫斯甚至还拿出了美国官员自己的话作为旁证，最著名的就是拜登总统那样一句火药味十足的表态：如果俄罗斯入侵，北溪2管道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终结它。我向你保证，我们有能力能够做到。还有副国务卿纽兰在事后那样一句被解读为幸灾乐祸的言论，就是美国政府很高兴知道北溪2管道现在是海底的一堆废铁。当然了，白宫跟挪威政府对于这样一种阴谋论都是坚决的否认，称是纯粹的虚构。但是无论真相如何，它的确在那个时候像一颗巨石投入了湖中，打破了俄罗斯是唯一嫌疑人的这个平静的水面。这个也就迫使西方的情报界必须给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在赫斯的新闻报道发布仅仅1个月之后，一个新的叙事版本几乎同时心照不宣地出现在了《纽约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等等欧美的主流媒体上。报道援引匿名情报官员的话说，新的情报显示，一个亲乌克兰的团体可能是袭击的幕后黑手。这是一个无比精妙，堪称情报界话术教科书的提法。亲乌克兰这几个字又不等同于乌克兰政府，为的就是在接受西方巨额援助的基辅留下一个合理否认的宝贵空间。这个最初非常模糊的叙事，它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缓冲垫，成功的把这个舆论的焦点从美国身上移开，转向乌克兰方向，但是又避免了直接指控一个正在浴血奋战的盟友政府所可能引发的政治上的灾难。它像是一个悬疑故事的开篇，引出了一群非常神秘的没有面孔的行动者。然而呢，随着德国调查的深入，这个模糊的团体开始变得越来越形象，越来越具体。最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么一艘15米长的巴伐利亚 C50 型的帆船，以及它那个幽灵般的航程，它的名字叫做仙女座号。现在，让我们跟随德国调查人员的脚步，登上这艘神秘的帆船。一个由5名男性跟1名女性组成的6人小组，在2022年9月6号，也就是爆炸发生前的20天，从德国罗斯托克港租下了这样一艘船。他们用的是伪造的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的护照。租船的钱是通过一家在波兰华沙注册的空壳公司来支付的。这家公司被怀疑是情报机构的掩护工具，其持有人是乌克兰的公民。仙女座号的航行的路线非常的可疑，它从德国出发，途经德国的吕根岛，然后航行到丹麦位于爆炸点附近的克里斯蒂安松岛，随后还停靠在了波兰跟瑞典的港口，最终在9月23号返回德国。它的航迹几乎完美地覆盖了爆炸点周围的关键区域。而最关键的物证在2023年1月被发现，当德国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仙女座号的时候，在船舱的桌子上发现了奥克托金烈性炸药的痕迹。朋友们，这个不是黑市上就能够买到的普通的炸药，这是军队特种部队的标配。这样一种军用级的炸药非常适合水下爆破，并且与瑞典方面在爆炸现场发现的爆炸物的残留相符。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在船上提取到了多个人的 DNA 样本跟指纹，通过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进行比对，这样一张由乌克兰公民组成的特工网络清晰地浮现在调查人员的眼前。我们看到这个证据链逐渐闭合，一直到2023年11月，一个名字的出现让整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他叫罗曼·切尔文斯基，一个48岁的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上校，
这是一个在情报界以大胆跟正义著称的王牌特工。华盛顿邮报跟民进周刊的联合调查报道援引多位匿名乌克兰跟欧洲官员的消息说，切尔文斯基正是本次破坏行动的协调员，他的职责是管理这个6人小组，负责后勤、采购跟资金。而且报道还石破天惊地指出，切尔文斯基他并非擅自自行行动，而是在接受更高级别官员的命令，而这些官员最终向一个人汇报，就是时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被誉为乌克兰战神的扎卢日内将军。而正是第一次，本次事件的责任链条被直接的、明确的引向了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那个模糊的亲乌克兰的团体，现在有了非常具体的军衔跟指挥链条系统。那如果说切尔文斯基的出现已经足够震撼的话，那么2024年8月《华尔街日报》的爆料则堪称是一场政治地震。报道援引4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说法，描绘了一幅让人难以置信的内部冲突的画面。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初他是批准了军方袭击北溪管道的计划，但是在美国中情局通过某一个欧洲盟友的情报机构获悉了这个计划以后，向乌克兰方面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深知此举可能会引爆联盟危机的泽连斯基下令取消了这样一次高风险的行动。但是作为行动总指挥的扎卢日内将军，据称他完全无视了总统的命令，然后一意孤行，继续推进，并且最终执行了管道的爆破计划。在新闻报道当中，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细节，就是扎卢日内事后对于泽连斯基的质问不屑一顾，打了一个比方，就是鱼雷一旦发射就没办法收回。当然，从泽连斯基到扎卢日内，所有当事方都对此予以了坚决否认。泽连斯基曾经明确表示说，我是总统，我来下达命令，乌克兰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这样去做。但也有报道说，整个行动在设计之初其实就设定为在泽连斯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就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合理的否认。但是如果将军抗命的指控属实的话，其实整件事情的意义也会远远超过北溪事件本身，因为它揭示了在暂时极端压力的情况底下，乌克兰的军事指挥系统可能会存在独立于文官政府的自主行动的能力，一个国家当中的国家。这种情况对于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的乌克兰来说，是一个足以动摇整个联盟信任基础的最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谁还敢把这些最重要的军事援助交给一个不受控的军队的系统呢？那就在西方的媒体爆料跟各方否认的拉锯战当中，德国的司法机器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转动。2024年8月14号，德国官方发出了第一份公开的逮捕令，嫌疑人是一位乌克兰籍的专业潜水教练弗拉基米尔。当德国对他发出欧洲逮捕令的时候，他人正在波兰。然而就在波兰警方即将收网的前一刻，这个人神秘地消失了。调查显示，他是乘坐了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属于乌克兰驻波兰大使馆武官的汽车，大摇大摆地离境返回了乌克兰。朋友们，我们想象一下，动用外交特权来掩护自己的特工撤离，这个就是国家行为最为直接也是最无可辩驳的铁证。而决定性的突破发生在2025年的8月21号，根据德国签发的欧洲逮捕令，意大利警方在该国旅游城市逮捕了一名49岁的乌克兰籍的男子谢尔盖 K， 这个是爆炸案发生以来第一位被实际拘捕的核心的嫌疑人，他被指控是执行爆破的小组成员之一。谢尔盖 K 是一位49岁的前乌克兰军官，他毕业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学院，经验老道，心思缜密。谢尔盖 K 他同时持有2本姓名不同但照片是同一个人的护照，而且都是由乌克兰官方签发的真实护照。这2本护照它并不是黑市上伪造的，而是由国家机器专门制作的合法假身份。这个是全世界情报机构为自己的特工提供掩护身份的标准操作。到这个地方，所有的侥幸跟猜测都被击得粉碎，情报机构的调查
让证据链形成了完整的闭环。仙女座号上的幽灵团队，他们不是什么民间的义勇军，他们就是一支代表乌克兰国家意志的国家队。那目前这个案件已经从情报界的调查跟媒体的报道，正式进入了司法起诉的阶段。谢尔盖 K 的被捕跟后续的引渡，很有可能成为撬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那么最让人不解也最让人心寒的问题来了，那乌克兰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在背后用匕首捅了自己最重要的欧洲盟友德国一刀？这难道不是一场疯狂的战略自杀吗？要理解这个看似疯狂的举动，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令人绝望的2022年的秋冬。当时乌克兰在战场上苦苦的支撑，而欧洲则在能源危机当中瑟瑟发抖，天然气价格飙升，民众怨声载道，一股和平主义或者说绥靖主义的暗流正在欧洲大陆涌动。对于基辅的战略家来说，他们看到了一个致命的危险，只要北溪管道这个物理实体还存在，那么德国与俄罗斯之间就永远存在一条妥协的后路。当寒冬来临，当德国民众的抗议淹没街头的时候，政客们会不会为了廉价的天然气而选择牺牲对于乌克兰的资源呢？在他们看来，必须要斩断这条退路，才能够烧掉欧洲的船，让他们没法后退，只能够破釜沉舟，和乌克兰一起战斗到底。所以本次的管道爆炸是一次冷酷无情的战略计算。第一层目标是彻底摧毁俄欧能源的这个物理连接，制造一个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让欧洲内部任何对俄妥协的幻想都会随着管道的残骸一起沉入海底。第二层目标是直接打击普京的战争钱袋子，北溪是俄罗斯重要的外汇来源，炸掉它就是直接削弱了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而第三层目标是提升乌克兰自身的战略地位，海上通道被炸毁以后，乌克兰的陆路过境管道就成了欧洲无法绕开的选择，这个也让乌克兰在未来的能源谈判桌上重新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那不管是谁最终拍板了这个足以改变战局的命令，也不管泽连斯基总统跟扎雷日内将军之间演的这个戏到底是真是假，都揭示了乌克兰内部的权力运作的模式。为了确保最高领导层拥有合法的否认权，这样一类高风险的秘密行动可能由强力部门在模糊授权下独立执行。那这样一来，即便东窗事发，也可以将责任推给某位失控的军队将领，从而保全国家最高的信誉。但这个是一场豪赌，乌克兰他赌上了自己在西方世界最宝贵的资产信任，去换取一个他认为能够锁定胜局的战略优势。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在现代战争当中，政治上的信任远比战场上的一城一地更加重要。那如果说波罗的海的爆炸炸毁的是钢铁的管道，那么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另外一颗无形的信任的炸弹则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华盛顿的心脏地带引爆了。首先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是德国的切肤之痛，想象一下德国总理府的心情。德国他们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推翻了数十年以来的对俄政策，成为援乌联盟在欧洲的发动机。他们提供了坦克、防空系统、数百亿欧元的援助，接纳了上百万的乌克兰的难民。对比法国马克龙只会打电话这种拉胯的表现，德国人自认为是乌克兰最可信赖的伙伴。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掏心掏肺换来的，却是被人在自己背后来了致命的一刀。这种感觉是愤怒，是错愕，但更多的是一种被背叛的羞辱。德国政府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如果公开惩罚乌克兰，等于瓦解西方的统一战线，正中普京的下怀。但如果忍气吞声，又如何向愤怒的德国民众交代？如何维护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前总理舒尔茨他之前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他最大的担忧其实也就是乌克兰可能在未经协商的情况底下
使用这些武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导致战争失控，把德国拖下水。而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恰恰以最残酷的方式证明了乌克兰人他们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个事还真他妈就印证了他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其次呢，是俄罗斯的狂喜，莫斯科的宣传机器立刻马力全开，他们从最初的头号嫌疑犯摇身一变，变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跟最早揭示真相的先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俄罗斯外交官会在各种国际场合带着嘲讽的微笑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你们在支持一个攻击自己盟友的纳粹跟流氓国家，你们在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炸毁你们能源生命线的人。这样一种宣传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最后是整个西方联盟内部正在蔓延的信任的瘟疫。那即便是像波罗的海或者是波兰这些最坚定的挺乌国家，他们也会在这件事情上陷入尴尬。他们私底下会感到愤怒，但是公开场合又不得不为了抗俄的大局而三缄其口。乌克兰为了摧毁一条物理的管道，可能炸毁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管道，就是通往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任的管道。而这条管道一旦崩塌，重建将遥遥无期。波罗的海海底的爆炸其实深刻地重塑了我们这个世界。美国毫无疑问是爆炸事件最大的赢家，液化天然气迅速占领了欧洲市场，跨大西洋的这个能源轴心被空前强化。但 CIA 他们究竟是不是曾经警告过乌克兰不要蛮干？他们是不是扮演了知情不报的角色，还是说被要求必须要掩盖这个秘密？ CIA 的沉默暴露了联盟内部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为了击败共同的敌人俄罗斯，个别成员国的重大利益是可以被牺牲掉的，而这一次被牺牲的倒霉蛋是德国。所以乌克兰人，你们也不要因为上不了谈判桌而喊冤了，也别说什么乌克兰的利益被特朗普出卖了，你们家的大恩主德国人的利益不也一样被乌克兰出卖了吗？德国的司法调查最终会走向何方？他们会选择起诉几名执行者以求结案，还是会冒着引爆联盟危机的风险追查到底？我们不得而知。大概率整件事情德国人会自己吃一个哑巴亏。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大国博弈当中，在信息战的世界里面，第一个被牺牲掉的往往就是真相。这个来自于波罗的海海底幽灵般的回声，提醒着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博弈当中，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比最深的海底还要黑暗。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您认为乌克兰这样一次豪赌究竟是赢了战术还是输了战略？这样一笔交易到底值不值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